他一个人静静吧，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呀。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是爸爸有一天也出事儿了，你会不会把我交出去啊？我是说如果，哎。这盘我一直留着，从来没给你看过。今天咱们一起看干嘛？哎呀，你徐叔叔年轻的时候就头发少，那大脑门子全是智慧啊。旁边这个是曲梦，高峰的妈妈，她跟你妈关系非常好，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可是他们做的事儿，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为什么。爸，我让你把过去的事情都断了，又把以前这么多事儿都翻了出来，我们还能说心里话吗？能。依你犯的那点事儿，你岳父那么大的能量，早就应该放你出来了。偏偏在所有罪证都指向你爸的时候，让你出来，不觉得巧吗？高峰是吧？我有时候也好奇，你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如果所有的罪都是他犯的，吴国豪为了他，甚至20年后还要纵火杀人，毁尸灭迹。你他妈到底要说什么呀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想说，他们关系一定很好。高峰，我知道我们家对不起你，我们错了，饶了我们吧，行吗？听说你也要当爸爸了，在这个时候回来看一眼自己的父亲，想想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挺有意义。
那我就为了我的孩子，放过我们了，行吗？你要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，更应该好好想清楚，别像吴菲菲似的，活得不明不白。1009撞车、蓬莱广场沉尸、阁楼纵火及相关事件的调查情况现已基本明晰。根据证人李楚然的证词，关键人何怡联合王丹撞毁石像，以此引起警方的重视，挑动社会情绪，并引诱另一个关键证人高峰入局，意在揭露上世纪90年代滨川著名娱乐场所国际俱乐部所涉及的非法交易。协同办案的其他部门同事已经在跟进了。一旦发现他们与当年国际俱乐部的非法交易有直接关联，我们将第一时间对蓬莱集团及相关人员采取管制行动。通过对沉尸现场进行了2轮检测，司检所的技术员发现了一个之前被我们遗漏的线索。因广场雕像底部的水泥结构复杂，隐藏了一个疑似为皮带扣的证物。而此前，法医经过多次鉴定，通过结合尸体舌骨的骨折伤，初步推断致曲梦死亡的凶器正是一根皮带。各位，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啊，你们也知道蓬莱集团的影响，拔出萝卜肯定会带出泥。2018年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，如果蓬莱集团涉案证据确凿，那这次我们必须彻查到底，不管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，要做到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除恶务尽。徐叔叔的皮带，对，他们说是在雕像的事故填埋处发现了那个皮带扣，让我来认，时间有点久了，那个皮带扣有鸟的纹路。是鹏鸟吗？像老鹰一样的鹏鸟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曲梦是真把徐总逼急了。我爸连一个杀鱼都不敢杀的人，他怎么会？当时我在房间外边，我想拦来着，他把我推出来。我爸不会是杀人的，他不是杀人犯，你相信我，他绝对不可能是杀人犯。小杨，你冷静点。我冷静不了，我怎么冷静啊？你们让我怎么冷静？好，就算他杀人了，他怎么可能愚蠢到把尸体和皮带扣都放在雕像里呢？他疯了吗？不对，一定有人陷害他。到底谁在陷害他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齐家！都说开了吧，说开了，你们就能够理解我为什么像挤牙膏一样，很多事情都不说出来。曲梦的尸体是徐总放在雕像里的。为什么呀？杀鸡儆猴。曲梦当时在闹事，他还撺掇着其他人跟他一起闹事。为了不让他们闹，让他们服，徐总就想出来这个狠招了。为什么很多事情我都一直捂着不说出来？就是担心你，小杨。我担心你受不了。有一些事情，光是知道就已经很残酷了。老一辈的事儿牵扯我怎么样都行，我就是不希望你们两个人知道。我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的心里面都是充满了阳光，充满了快乐的。
明白吗？对不住了，小杨。我答应过你，隐瞒你的事儿，这是最后一件了。别在外面了，进屋去吧。外边冷，也该吃点东西了。别饿着我的小外孙。别慌，我马上就叫曹律师来商量啊。没用了，警察现在已经找到了腰带，那不知道后面会发展到什么地步。再这么儿女情长的瞒下去，集团的处境会很危险的。给我，我去叫。听话，给我。你把你父亲的罪证交出去，这叫大义灭亲。从法律上讲，没毛病，但是从道义上讲，集团内外，尤其是你爸手下的那些老人，他们会怎么说？他们会怎么想？怎么看你？悠悠之口，你这辈子都要被他们戳脊梁骨。听话，给我。啊，爸，从现在开始，让他自己做决定好吗？我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真的。大哥，这不只是公司的事儿，我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，我怕我帮你选了，你会怪我一辈子。但无论你怎么决定，我都不会怪你。你爸是什么样的人跟你没有关系。我相信你，你也相信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。
国豪先生，现在针对国际俱乐部涉嫌进行非法性交易的相关情况，对您进行问询，请您如实回答以下问题：作为当时俱乐部的主要负责人，您是否知情、参与、协助涉嫌进行非法性交易？我不知道。作为徐鹏的商业伙伴和好友，您是否知情、参与、隐瞒徐鹏杀害曲梦的暴力事件？我不清楚。何峰，根据目前的案件调查进展和你作为受害人直系亲属的身份，我们现在要和你同步一些信息。杀害我母亲的凶手找到了什么？徐志阳来公安局交证据，外面风言风语传了1天了。从目前的证据来看，是徐鹏。但是我们又找到了一些新的线索。我们技术鉴定中心的人用特殊的手段打开了你交给我们的金球。我们在金球的内部发现了一连串手写赞刻的数字。我们认为，这些数字一定有其特殊的含义。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以打开，我也不知道这些数字的含义是什么。技术鉴定中心呢，对这个球进行了扫描，我们发现，有人在这颗球的表面上重新镀了一层，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这颗球被切割过的痕迹。原来他想说的，一直都在这里。高峰，今天我们请你来，是想问问你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？脑子里没有了。不过现实中的发现，或许可以再试试。我这几天见过徐志阳，他精神状态很差，也许他们家自己内部出问题了。还有，你们真的相信吴国豪是无辜的吗？他亲口跟我说过，徐鹏做的事情他都知情。我或许还能提供一个突破的思路。杀害我母亲的凶手找到了，这件事儿对我来说，好像可以翻篇了。徐志阳主动上交了他父亲的罪证，这件事对他来说，好像也可以翻篇了。但还有一个人，他的心里没那么容易翻篇。在我这儿什么物证啊？对吴小姐来说，很重要的物证。还是请吴小姐做好心理准备。如果有冒犯，请见谅。到这儿干什么？一直没有找到理由，也不忍心请吴小姐来辨认。我刚才说了，如果冒犯，请见谅。一个母亲为什么会忍心离开自己的女儿？明明还活着，为什么能够这么多年不来看看自己的女儿？吴小姐，你也是快当妈的人了，你应该能懂。如果没有苦衷，
一个母亲绝不会轻易放弃她的孩子20多年。但是我确信，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你的感情，相反，她一定很爱你。她为什么选择现在回来？因为她知道，所有的罪恶都有被揭露的那一天。因为她相信，现在，高峰，你，还有我们，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她当然知道，当罪恶被揭露在阳光之下，你的人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边是亲情，一边是良心。他在等你做出一个善恶的选择，等你做出一个人的选择。他相信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和这个人没有血缘关系。你们这干嘛呢？你们谁呀？这字谁写的？我写的。我算了，回家。算了吧，我们家高峰清清白白的，他是我正经的儿子。高峰，妈给你买了件衣服，来，起来试一下。妈给你
比量比量就行。哎呀，大了点儿。反正你凑合穿吧。你那个时候，每天往外跑的时候吧，1个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。我每次刷手机看见那些驴友出事的那个新闻，我真的怕得要死。我不知道你在哪个雪山上逛荡呢。穿上妈买的衣服吉利，大就大点吧，打折的时候我买的。坐这儿来了。儿子，来喝点水。儿子，等你把你的事儿办完了，我也买一件你这样的衣服啊。妈好去看看你说的那些山呐、湖啊、草原呐。可能我爬不动山了哈，哪怕我在山脚底下坐坐也好。妈还从来没出去过呢。对不起啊，妈，我查我的事儿，连累到你了。其实他们骂我什么我都无所谓，但是他们不能拿那样的字儿写在咱们家门口。儿子，从今往后，你干什么事儿，妈都支持你。你在外头飘累了，委屈了，你就回来，妈在家等着你。喝水。您坐着休息，我想办法把它刷干净。我来吧。丫头，又在看呢？我今天去见他了，他就躺在法医操作台上。我为什么永远都看不清他的脸啊？画像里他的脸是模糊的，今天他的脸是烧焦的。他的脸跟你想象的一样吗？他烧焦了。他知不知道你已经变成大姑娘了？知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？知不知道你马上就要当妈了？他有没有知道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带着机器的机器人了？他只想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，他太自私了。他想过你有我的现在吗？不要提他了，不要提他了。丫头，
你跟小杨出去吧，换个地方，重新开始，重新生活。我不出去。跟过去翻篇儿吧。没那么容易翻篇儿，心里的坎儿能不能过去，跟在哪儿也没关系。咱们家还能回去吗？骨血里的亲情抹不掉。哎呀，你们好好的在一起，这些洗好了。
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就是我真正要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了。我一直在想，你会不会发现这封信？如果你能看到，大概有2种可能：一种，你会很快看到这封信，说明你很快就迈过了我的这道坎儿，重新穿上这双球鞋，在绿地上奔跑。如果是这样，我想对你说，儿子，爸爸爱你。另一种可能，你会很久以后才发现这封信。如果是这样，你大概是知道了我的过往，对我失望，要丢掉这双鞋了。我想有些事你会想知道。我这辈子做过很多错事。我经营的国际俱乐部涉及性交易，我害过一个叫杨文远的男人，我还亲手勒死了一个叫曲梦的女人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事。这些事我要自己对你说，之后怎么做，选择权交给你。你已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。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坏人。儿子，所有的事儿都是他逼我做的。魔鬼是吴国豪，一直都是。在过去的1年，对蓬莱集团来说是腾飞的1年，是布局的1年。我们拿下了蓬莱广场，拿下了开发区的一个龙头地产项目。我们呢要面对产业的变革，要顺应行业升级的大趋势。我们还要重新探索新的行业、新的领域。接下来集团会有大动作，那么希望大家能顾全大局，尽量配合。那现在呢，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创造新的辉煌。最后呢，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，他是我们集团最重要的人，是灵魂，他就是我们国际俱乐部的负责人，蓬莱集团的副总经理吴国豪先生。有请吴国豪先生上台讲话，掌声再热烈一点。哎呀！没有花的果，没有云的雨，没有风的火，全都生于哭声中，人人笑着舞，个个披甲戴锁，醉人的那酒困你的渴，也是金色的，人怎么